奶奶，孙子给您修最好的园子，以后每年清明我都会来看你。6年前，我亲手撕了全县第1的录取通知书。大哥要进城买房结婚，二姐要出国镀金。既然他们想当人上人，那我就当个憨子，给他们垫脚。凡子，忙呢，歇会儿。凡子，叔不跟你绕完这猪价到底啥行情？我那30头肥猪是现在出手，还是再等等？张叔，你抬举我了，我就一养猪的。凡子，你少装！6年前全县第1的成绩，大学不念，回来包了那个谁都不敢接的烂猪场，硬是干成全镇最大的。你要不懂行情，这镇上没人懂了。张叔，你要是信我，就捂住别卖。省里刚发了文件，年底收产量翻番，年底猪价至少涨2倍。你现在卖，那是把金砖当砖头扔。凡子说涨，那就是涨。老张，你小子走大运了。我瞎琢磨的。林凡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？隔壁村李翠结婚，婆家给了800块彩礼，还有缝纫机。我呢，跟你3年了，连个准话都没有。美儿，你别急，下个月最后一批猪出栏，少说能挣5万块，大彩电、缝纫机3转1响，我一样不落，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魂。哼，你说了多少回了？这回是真的，你再等我这一回，我林凡这辈子就想跟你过好日子。行，说话算话，我可真等不起了。爸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看看5000，猪场里光存烂的猪就值5万，加上猪舍设备，你们5000就卖了？你大哥在县城看好了房，差3000块交不上，你二姐办签证还缺2000，猪场不卖，钱从哪儿来？那也不能这么卖，年底猪价要涨，这批猪出栏少说能……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你大哥是县城里的主管，你二姐马上出国念书，他们才是咱老林家的脸面，给他们让一让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这赌场是我一个人从烂摊子里烦活的，高考我让了，大学我让了6年。行了，合同签了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有了这钱，老大婚房首付够了，老二签证费也有了。你笑啥？不会被打出毛病了吧？爸妈，我问你们一句话，我从16岁到现在，在这猪圈里干了多少年？你算这个干啥？6年，撕了录取通知书，大哥上学的钱我出的，二姐出国的钱我凑的，我连个婚都没结，结果你们背着我5000块就把猪场卖了，你嚷啥？家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养猪不是你应该的。你大哥二姐是读书人，就是你大哥以后坐办公室，你二姐喝洋墨水，他们出息了能拉拔你一把，你吃啥亏了？拉拔我？大哥买房的钱从我猪场刮，二姐留学的钱从我猪场刮，他们哪回拉拔过我？从今天起，你们养老找大哥找二姐，别来找我。你大哥二姐是干大事的人，哪有空伺候我们？你不伺候谁伺候？那就等他们有空。你走，走了就别回来。你能去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不出2天你就得饿着肚子爬回来。美儿，你咋在这儿？林凡，分手吧。你听谁说的？全村都知道了，猪场被你爸妈5000块卖了，你净身出户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娶我？小美，你听我说，我去县城，从头再来，我有本事。从头再来！林凡，你醒醒吧！你6年攒的家底，你爸妈一转手全给了你大哥二姐，你连自个儿都护不住，你拿什么护我？我等了你3年，3年，别的姑娘嫁人生娃，我跟你耗着。你说等猪出栏就娶我，我信了；你说给我办婚礼，我也信了。现在呢，猪场没了，我还信什么？美儿，我一定赚够钱，风风光光娶你。
庆祝咱二妹拿到美国签证，老林家祖坟冒青烟了。等我到了美国，学成回来，咱家就是县城头一份儿。那可不，以后我逢人就说我小姑子是留洋回来的。什么味儿？林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爸妈把猪场卖了，你先别往里走，一身猪粪味儿。我这裙子刚买的，熏上味儿就毁了。哥，二姐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在县城做点小生意，站住脚，100块就够。100块？你天天在外辛苦干活，你做什么生意？林凡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你初中都没念完，连字都认不全几个，你跟我说做生意？哥，100块我会还。三弟，你知道我这趟签证花了多少钱吗？2000块。哥买这房子首付3000，这些钱哪儿来的？爸妈砸锅卖铁凑的。现在你张嘴就要100，你怎么好意思开这个口？二姐，那些钱是我养猪挣的。你养猪挣的？那猪场是爸妈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干活那是应该的。林凡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你别想在县城丢人现眼。你看看你这身打扮，站在我家门口，邻居看见了我脸往哪搁？你赶紧回村里去。回去干什么？回去照顾爸妈。爸妈养了你20多年，你不伺候谁伺候？我跟你二姐是干事业的人，脱不开身。就是有手有脚的，种地也饿不死，非要进城来，100块都拿不出来，丢不丢人呢？三弟，姐不是不帮你，你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认命吧。回家种地，踏踏实实的，比什么都强。100块借不借？不借，给我滚回老家去！行，这100块我记住了。就他还做生意，下辈子吧。妈的，公家又抄了我的摊儿，今晚又得喝西北风。喂，兄弟，吃不？谢了。你也混桥洞的？看你这身衣服，养猪的。以前是。哼，得，那你比我还惨，我好歹还有镶磁带能卖，你呢？我明天准备在县城中心摆个摊儿。摆摊儿卖啥？乡间猪盘。猪盘？就你兜里有钱吗？没有，但我有手艺。手艺能当饭吃？你那磁带一盒卖多少？2块。成本呢？8毛。一天能卖多少盒？好的时候20盒，差的时候1盒都卖不出去。你摆摊的位置在哪儿？百货大楼后门那条巷子。难怪卖不动。百货大楼后门走的是进货商，人家兜里揣着几千块的货款，谁停下来花2块钱买你1盒磁带？那我该去哪儿？电影院门口。晚场散场，小年轻搂着对象往外走，脑子里全是电影里的歌。你这时候往跟前一杵，喊一嗓子电影原声带2块1盒，你信不信一晚上能卖50盒？我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这叫精准获客，把东西卖给最想买的人。精准获客。方哥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明天在县中心十字路口摆猪扒摊，这个位置早上是赶集人流，中午是工厂下班，晚上是夜市散客，3波流量，一个摊全吃，用不了半年，全县城的人都得排队吃我的猪扒。你认真的？我林凡这辈子要做全国猪盘一哥。我大哥二姐看不起我，觉得我就是个泥腿子。行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泥腿子能走多远。行，明天早上5点，十字路口见。凡哥，这肉都是人家剔剩下的边角料，能吃吗？这是前腿肉，筋膜少，脂肪均匀，做猪扒比里脊还香。这些碎肉拿去喂狗都没人要，你全拿走，5毛钱1斤，3毛我全包了。以后每天的碎肉都留给我。行，拿走。凡哥，碎肉香料加起来不到3块钱，你确定这能赚几百？跟紧我，今晚你就知道了。凡哥，这位置也太偏了，人都往那边大馆子去了，谁能走到这犄角旮旯来？胖子，做生意记住一句话：酒香不怕巷子深。你今晚就看着。就这。
我操，这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这也太香了，好像从那边巷子里飘过来的。范哥，排队了，全排上了。大饭馆的客人全跑咱这儿来了。老板，再来3份，这猪扒比国营饭店的都香10倍。范哥，327块，一个晚上327，我卖磁带1年都赚不到这个数。这才刚开始，明天把摊子扩1倍。王总，要不咱回去再想想办法。仓库那30万货，30万货砸手里，年底银行贷款一到期，我这百货大楼就得关门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从那边飘来的。来1份。这猪扒不错，小伙子，你这里位置比较偏，生意怎么这么好？位置不重要，味道好，大家就愿意来。听听，一个摆摊的都比我想的明白。我30万的货堆在仓库里，打折都没人买，愁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。王总，咱那批货确实不好卖，款式太杂，高不成低不成的。我知道不好卖，问题是怎么卖？我把价格砍到6折，商场连只苍蝇都没多飞进来一只。打折卖不掉，说明不是价格的问题，人性的问题。东西越便宜，越没人觉得值钱。那你说是什么问题？你6折甩卖，顾客只会想这货是不是有毛病。那依你说，该怎么办？你那30万的货拆开，10块钱的和100块钱的混在一起，用牛皮纸包上，封死，谁也看不见里面是什么。一个盒子统一卖30块。什么意思？看不见里面是什么，谁会买？所以才会买。你在盒子外面写一行字，你可能花30块买到价值100块的东西。人都有赌性，花30块赌个100块的东西，10个人路过，8个想试试。有人花30块拆出了100块的东西，他会到处炫耀，其他人一听疯了一样往你商场跑。不是因为你的货好，是因为他们不甘心别人赚到了，自己没赚到，这叫盲盒捆绑。然后你第1天卖500个盒子，第2天只卖300个，第3天只卖100个，每天门口排长队，来晚了买不到。为什么越卖越少？越买不到越想买。人不怕花钱，怕的是别人买到了自己没赚到。你货越少，他们越抢，这叫饥饿营销。王总，您还好吗？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从来没人跟我讲过这些道理。小兄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就是个普通摆摊的，你少糊弄我！你说的这些东西，我去省城听那些大学教授讲课都没听到过。大哥，我凡哥说的这些我全记了，什么精准获客、饥饿营销、盲盒捆绑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就没有不灵的。小兄弟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帮我指点一下经营上的问题，费用我们可以再谈。不用了，我就是个卖猪扒的，你的货物按照我说的方式处理，半个月左右就能卖完。王总，你要真想谢我，以后猪扒摊有事儿照应一声就行。记住这个人，从今天起，这条街谁敢动他的摊子，就是跟我王建国过不去。凡哥，5000块你都不要，那可是5000块啊！5000块买不来一个百货大楼老板欠你人情。凡哥牛，但我感觉你以后得发大财。受国家收储政策影响，生猪价格上涨3倍。凡哥，凡哥，喊什么？我算了3遍，账上净利润20万。凡哥，去年你在桥洞底下我说，现在我信了，我彻底信了。才刚开始，急什么？才刚开始，我爹卖了一辈子苦力，你哥嫂连100块都不借你吗？他们知道了还不得？喂，林记猪茶。哦，找凡哥的。凡哥，一个老太太打来的，说是你奶奶。奶奶，凡子，是你吗？奶奶想你了，你走了1年多，连个信儿都不捎回来。奶奶，我在县城，挺好的，您身体咋样？奶奶没事儿，凡子，家里出大事儿了。你爸妈那块猪场旁边的菜地，政府修高速要拆迁，赔了10万块钱。你爸妈他高兴坏了，在家摆流水席呢。你二姐也从国外回来了，一家子都在，就缺你。凡子，奶奶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爸妈做的事儿奶奶管不了，但奶奶求你回来一趟，让奶奶看看你。奶奶，您别哭，
我回去，明天就回。凡哥，你奶奶咋了？家里拆迁赔了10万，摆流水席，我二姐也回来了。那你回去干啥？他们有钱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初5000块卖你猪场，100块都不借你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你？我不是为了他们，我奶奶想我了。胖子，去银行把账上20万全取出来，换成现金。全取20万现金？凡哥，你要干啥？装这里面。你疯了！20万装蛇皮袋里？当初我扛着这个袋子出门，兜里1分钱没有。我爸说我不如村口那条狗，我妈说我不出2天就得爬回去，我就扛着这个袋子回去。他们看见这个袋子，只会觉得我混得惨，灰溜溜回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，等他们笑够了，蹦够了，再打开看看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凡哥，我去取钱，现在就去。来，都吃好喝好！政府修高速，咱家那块地赔了10万，老林家发财了。这算啥？我大儿子在县城当主管，我二闺女从美国回来的，老林家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不瞒大家说，县城百货大楼的王总王建国，听说过吧？那可是县城首富。王总跟我关系铁着呢，上礼拜还请我喝茶，说要跟我合作搞大项目，以后咱老林家在县城那是横着走的。我家老林马上就是王总的合伙人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直接住学区房。哥，你那都是 small business， 我在美国学的是 international trade， 等我拿到学位回来，咱家的生意要做到全省去。老林家出了2个人才呀，可惜呀，3个孩子里出了个废物。那个老三当年死活不念书，非要养猪，猪场卖了以后，跑到县城去烧烤。妈，您别提他了，丢人。哟，说曹操到，闻着味儿回来了。林凡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咱家的好日子，你别在这碍眼。三弟，你看看你这身打扮，再看看你扛的那破袋子，你不会是在县城混不下去，回来要钱的吧？哎呦，该不会听说家里拆迁赔钱了，特意赶回来分一杯羹吧？林凡，当初你拎着这个破袋子走的，我说过走了就别回来。现在你又扛着这个破袋子回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你大哥跟王总谈合作，你二姐从美国回来，今天来的都是体面人。我不是回来要钱的，奶奶让我回来的。就你这破袋子装的什么？该不会是几件换衣服吧？哥，别踢了。行了，林凡，你要是来蹭饭的，吃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着你哥你姐谈正事儿。既然你们都在，那今天把账算清楚。你算什么账？你有什么账好算的？6年前，我全县第1，录取通知书到家那天，爸妈说家里供不起3个，老大要买房，老二要出国，你成绩好，以后自己还能考。我信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包下那个没人敢接的烂猪场，起早贪黑干了6年。大哥买房的3000我出的，二姐签证的2000我出的，我没花过家里1分钱，我还倒贴。那猪场是你爸妈的地，你干活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去年你们背着我5000块把值5万的猪场卖给村霸，应该的。他让我滚，应该的。我睡桥洞啃冷馒头，从垃圾堆里翻碎肉，一分一分赚回来的时候，你们谁问过我一句？现在家里拆迁赔了10万，摆流水席请全村人吃。我呢，我连消息也是奶奶偷着打电话告诉我，你们防我像防贼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们的拆迁款我1分不沾，
我林凡的死活也再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反了你了，白眼狼！住手！你还打他？你打了他多少回了？凡子6年挣的钱全填了这个家，你们拿他当牛使，使完了一脚踢开。现在他说句公道话你就打，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。妈，我是他爹，他养猪挣钱孝敬家里，天经地义。老大老二是读书人，凡子不念书，不指望他，指望谁？他不念书，他是不念的吗？是你们不让他念的，全县第一呀！你们把他的路生生掐断了，那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这个家，你们为的是老大老二。凡子呢？凡子不是你们生的。奶奶，不用说了，说不通的。我养你20年，白纸黑字就想把老林家甩了，没门儿！老三，你跟爸妈闹什么？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？你在外面吃了苦，哥知道，但家里拆迁这10万块，以后你也有份儿吧？有份儿？我什么时候有过份？老三，你要是心里有气，冲我们仨都行。那你摸摸良心，嫂子肚子里这个是老林家的血脉，你往后当叔叔的，总不能连自个儿亲侄子都不认吧？你要是真走了，这孩子生下来连个叔叔都没有，你忍心吗？三弟，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姐在美国学的是国际贸易，等姐拿到学位回来挣大钱了，第一个拉拔的就是你，咱姐弟一条心，以后有姐罩着你。嫂子，你说孩子？去年我跟小美处了3年，准备年底猪出来了就娶她，猪场被你们卖了，我净身出户，小美跟我分了双，我连婚都结不了，你们现在跟我提孩子。大哥，你买房的3000块是低价卖猪场换来的，你结婚我随了多少礼？500，我卖了2头种猪凑的。你呢？我去县城求你借100块，你说什么来着？给我滚回老家！那是我手头紧。二姐，你签证2000块也是卖猪场换来的。你知道现在猪价涨了多少倍吗？你出国之前跟我说，等姐发达了拉拔你。你出去1年多，给家里打过几个电话？给我打过1个吗？我在国外念书很忙。忙？你忙着花我的血汗钱去镀金，回来连我在哪都不知道。我睡桥洞啃馒头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凡子说的是实话，当年那猪场确实是他一个人干起来的。要是那猪场没卖，凡子早就上百万的身家了。哎呦，5000块卖5万的猪场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是我们老林家的家。老林家当年凡子全县第一不让念书，全镇谁不知道？供老大老二花了多少，都是凡子猪场出的。你们少在这挑拨！挑拨？凡子6年挣的钱全贴了家里，最后连100块都借不到，这是当爹妈干的事儿。你们，我心口疼。丸子，你要气死我啊！我心脏受不了。你满意了？你爸被气出好歹来干什么？你偿命啊！都散了，散了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哎呦，我老天爷呀！凡子，跟奶奶走，别在这儿待了。哥，你说他那破袋子里到底装的什么？能有什么？几件破衣服呗。瘦了，凡子，你在外头吃苦了。奶奶，我没吃苦，我吃的是甜。你从小就嘴硬，跟你爷爷一个德行。你跟奶奶说实话，在县城到底干啥呢？奶奶，您看看这是啥？凡子，这是多少？20万。我在县城开了个猪扒店，1年赚的。20万？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。
没靠爸妈一分钱，没靠大哥二姐一句话。去年我睡桥洞，兜里连买馒头的钱都没有。今天这20万，是我一块猪扒煎出来的。我的凡子啊，奶奶就知道你有出息。当年全县第一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是孬种？奶奶，明天我去县城，全款买房，买完房第一件事接您过去住，您再也不用跟他们挤在一块受气了。你别管奶奶，你别管奶奶，你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。奶奶，从小到大，全家就您疼我，您教我认字，教我看报纸，教我算账，我能有今天，都是您给的。这钱头一份就是孝敬您的。那小美呢？你跟小美……我明天就去找她，年底风风光光把她娶回来。奶奶，您孙媳妇儿，我给您领回来。好，好，奶奶等着。奶奶，这钱的事儿，谁都别说，尤其是爸妈他们。奶奶晓得，奶奶一个字都不提。20万现金，这个兔崽子在外头发了财，一分钱不给家里，全藏着。这是我儿子挣的，我儿子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强子在县城看的学区房差20万交不上，这钱老子替他收了。老子生你养你20年，你挣的钱就是老子的。强子学区房差20万，这钱归我了。还想买房娶媳妇儿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。凡子，你这就走？奶奶，我先去找小美，带她去县城看房子。等房子买好了，第一个接您过去。小美那丫头倔，你猪场被卖那天，她跟你分了手，你有把握？奶奶，去年我兜里1分钱没有，她跟我分手，我不怪她。今天我扛着20万去找她，我答应过她的大彩电、缝纫机，3转1响，一样不会少。好，去吧，把人领回来，奶奶给你们做长寿面。美儿，你听我说一句话，一句就行。云凡，咱俩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家拆迁赔了10万，你爸妈摆流水席请全村人吃饭，你连个影都没有。那10万块跟你没有1分钱关系，你拿什么娶我？那10万是他们的，我有我自己的钱。你的钱？
能攒几个钱？美儿，我在县城开了猪扒店，这袋子里是20万现金。今天我带你去县城，全款买房，你要的大彩电、缝纫机、3转1醒，我一样不落，全给你备齐。你别骗我！我林凡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去年我跟你说年底猪价涨2倍，涨没涨？我说的话哪句没应过？你真有20万？美儿，去年你跟我分手那天，我说过一句话，我一定赚够钱，风风光光娶你。今天我来兑现了。林凡，我已经信过你很多回了，每一回你都跟我说头等下一批猪，等猪价涨，我等了3年，等到你净身出户，所以这是最后一回，你跟我上车，到了县城，打开这袋子，钱要是少1分，你扭头就走，我绝不拦你。行，我再信你这最后一次。小心点。哟，这位大哥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隔壁是废品收购站，我们来买房的，一套最少20万起，你们确定？全款，哪套最大？拿出来看看。最大的大平层，不过那套30万，您……我说了，全款。林凡，30万。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这套我要了，现在就签合同。那您这边钱？林凡，怎么了？我就说嘛，扛着蛇皮袋来买房，今年最大的笑话。林凡，你骗我！你又骗我！不对，昨晚还在20万现金。媳妇儿，签了，大平层，全款30万。老公，你真有本事！老大出息了，老林家的顶梁柱。 30万？你们哪来的30万？拆迁款10万，加上……这是我的钱，20万，昨晚你偷的。什么偷？爸拿儿子的钱叫偷吗？你们拿我的20万，加上拆迁的10万，30万全款给他买房。我辛苦赚来的钱，你们偷了给他买房。你是老林家的儿子，你挣的钱就是家里的钱。你哥在县城当主管，买套房子怎么了？你一个人住什么大平层？我要打给保卫科，这是盗窃。你打什么电话？我是你爹，拿你的钱天经地义。你这是不孝。我告诉你，这钱就是该给你哥买房的。想跟老子叫板？老三，认命吧。你挣钱就是给家里挣的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你那猪扒店再能挣，不还是得孝敬爸妈？就是，你侄子马上出生了，当叔叔的出点钱不是应该的。你们还是人吗？6年给你们当牛做马，高考第1不让念，猪场挣的钱全刮走，最后连他辛辛苦苦攒下来的20万，你们半夜偷了给老大买房，你们偏心到这种地步，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算哪根葱？这是我们老林家的事儿。老林家的事儿，行。樊子思录取橙汁书的时候，你们心疼过没有？盘活烂猪场的时候，你们帮过没有？他去县城求大哥借100块，被赶出来的时候，你们管过没有？你们就知道跟他拿钱。你一个没过门的黄毛丫头，轮得到你管我们家的事？就是，连个结婚证都没领到，插上嘴了。我们家怎么花钱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外人。我跟林凡3年我等着他娶我，他挣的每一分钱我都看在眼里，是你们一次一次把他掏空的。够了！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，像什么话？轮不到你一个外姓人插嘴。爸，你别冲他喊。小美跟了我3年，我答应过娶她，不管怎么样，她得有个着落。着落？
你给他什么着落？你闭嘴！没有林凡，你连个屁都不是！你说谁呢？我说的就是你们，一窝吸血虫！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林凡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爸偷你的钱，你哥抢你的房，你不敢动手，他们打你骂你，你只会站着挨。你对谁都心软，唯独自己狠。我等不了了，林凡，我是真的等不了。美儿，相信我，我可以赚到钱的。我相信你能赚钱，但你的家庭是个无底洞。就算你赚了1000万，只要你还是他们的儿子，他们就会理直气壮的榨干你。我不想下半辈子天天防着他们。连他都保护不了，你还留了一份。爸，你今天要么签这个，要么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，20万盗窃罪，够判3年以上。你威胁我？我是你亲爹！亲爹半夜偷儿子的钱，塞报纸塞砖头进去，这叫亲爹干的事儿？凡子，你疯了！那是你亲爹！报警！你让全村人怎么看你？你爹要是进了局子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奶奶知道了还不得气死？奶奶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乎过奶奶？奶奶替我说句话，你们谁听过？凡子，妈知道对不起你，但你想想，你哥买这房子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侄子马上要出生了，总不能让孩子没地方住吧？你是当叔叔的人，你忍心吗？忍心？我睡桥洞的时候，谁忍心过我？那不是没办法吗？你哥你姐读书花钱，家里穷。穷？我挣了20万，你们偷走买房，穷的是我。你们嘴里的穷，永远是对着我穷。先把这事压下来，真报了警，咱这房子也保不住。老三，哥刚才态度不好，哥给你道歉。一家人嘛，有什么事儿坐下来说，别动不动报警断亲的，传出去多难听。这房子哥可以加你名字，咱兄弟共有，行不行？加我名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这是跟你哥说话的态度吗？这房子30万，20万是我的钱，你加我名字叫施恩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报警你去报，大不了老子进去坐几年，出来你还得叫我爹。这协议我签了，全村人怎么看我？我这张脸往哪搁？你的脸，你偷儿子20万的时候脸呢？我没偷，我是替你保管。你一个人兜里揣20万，丢了怎么办？我替你花在刀刃上了。刀刃？我哥买学区房是刀刃，我娶媳妇儿就不是。你哥是主管，他买房是正事儿，你一个人买什么房？行，不签是吧？你干什么去？派出所！你站住！你敢去试试？签还是不签？我不签，反正我是你爹，这辈子都是。快拦住他，真去报警，咱全完了！老三，你站住！你冷静一下。让开！你真去派出所？你知道报了警是什么后果吗？爸进去了，你背一辈子不孝的名分，全村人戳你脊梁骨，你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？我脊梁骨，我被你们吸了6年的血，谁戳过你们的脊梁骨？老三，哥求你了，你给哥一个面子，咱坐下来谈，房子的事好商量，钱的事也好商量，你别把这个家往死路上逼。家？我什么时候有过家？我有的就是一个猪圈，干活的猪圈。爸，这闹到派出所，老林家的脸全丢光了。您进去了，谁给您养老？我跟强子给您养。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，我们伺候您一辈子，您还犟什么呀？老头子，要不答应了吧？凡子这个犟驴脾气，他真敢去报警，到时候你进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签，行了吧？老三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以后你就没有爸妈了？你想清楚了？我6年前就没有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你走了永远别回来！放心，不会回来了。你给我记住，没有老林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别来求我。凡哥，上个月的财报出来了，咱们的林氏快餐已经布满全省，集团全国的物流线也将全线打通，账上流动资金这个数5000万。知道了。凡哥，你太淡定了，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，全省餐饮界的大佬。少吹嘘了，
全国物流线是个硬骨头，要王总安排个妥当人，不能掉链子。明白。明天几号？腊月18呀，怎么了？奶奶80大寿。我操！我给忘了。凡哥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安排车队，把最好的酒席。不用那么大阵仗，你带车队去镇上招待所待命就行，我自己回去。你自己？凡哥，你现在是全国餐饮翘首，回个村还一个人骑3轮车，让人看见多。就骑3轮车。凡哥，你又来这套！3年前我扛着蛇皮袋离开那个村子，今天我就骑着3轮车回去。奶奶不图排场，她就图看我一眼。那万一碰上你爸、你妈，还有你大哥，碰上了又怎样？当时白纸黑字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回去只为一个人。行。我带人在镇上等着，凡哥，你一个电话，我随时到。番子啊！是你，张叔，3年没见，您这铺子扩了1倍啊！凡子啊，当年你让我捂住猪别卖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年底猪价翻了3倍，那一批猪让我赚了10几万，我这铺子就是那会儿赚的钱盘下来的。凡子回来了！我的天哪！我听人说你在外头开了大公司，是真的？婶子瞎传的，就开了个小饭馆。小饭馆？你还跟书装？凡子，当年你蹲在我这铺子门口看旧报纸分析猪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这孩子不简单。凡子，你这回回来待几天？你奶奶天天念叨你，逢人就说我孙子有出息。今天奶奶80大寿，我回来给她过生日。好啊！你奶奶等这一天，等了3年了。 6年前我在这儿扛饲料，一身猪粪味儿，兜里揣着全家人的往往。3年前我从这儿走出去，兜里1分钱没有。今天我回来了，奶奶，明天您80大寿，孙子给您好好过。 老林啊，听说你家强子搬省城了？那可不，王总的百货公司搬去省城，强子跟着一块儿去的，在省城买了套大房子，100多平。爸，100多平那是旧房子，我现在住的240平的江景豪宅，省城核心地段，出门就是 CBD。这江景豪宅，听说一套都得300多万，你全款下来的？也贷了。当然是全款了，一次性付清。哇，我们家强子跟王总是左膀右臂，儿子幼儿园都是省城最好的双语班，1年学费3万。哎呦，还是咱家雪儿有福气，嫁给李老板，在省城住别墅开豪车。这都是小钱，我最近在省城包了几个大工程，跟那什么林氏集团的高管
都是拜把子兄弟。林氏集团，那可是咱省城首富啊！听说董事长为人低调，没几个人见过真容。女婿，你太有本事了。妹夫，那你能不能帮我牵个线？我们百货大楼的王总最近在给林氏集团做物流外包呢。你要是能帮我说上话，让林氏集团指定我来负责这个项目，小事一桩，回头我跟林记的董事长打个招呼就行。来！我老林家2个孩子，老大省城买豪宅，老二嫁了个好女婿，我这辈子值了。老林，你家老三呢？咱没听你说起过了。别提那个，就是个白眼狼。听说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，就是跟我们强子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不过当年凡子全县第一，挺可惜的。第一有什么用？还不知道窝在哪里。我家强子跟着王总干大事业，雪儿找了个包工程的大老板，这才叫出息。凡子要是有他哥他姐一半的本事，至于跟家里闹掰？凡子今天该回来了吧？他说来给我过生日的。妈，您别等了，他要是有脸回来，早回来了。估计是混得太差，不好意思见人。你们少说2句。凡子答应我的事儿，从来没食过言。3年没回来了，怕是连路费都掏不起吧？也是，当初净身出户走的，能混成什么样？凡子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大喜的日子，你穿成这样回来，会不会气？三弟，3年了还是这身打扮？你那小饭馆是倒闭了还是发不出工资？空着手回来给奶奶过寿，你好意思？奶奶，生日快乐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哟，人家李总在省城包工程，跟林氏集团的高管称兄道弟。三弟，你好好巴结巴结，说不定能给你那小破店拉点客源。爸，今天奶奶过寿，我这个当女婿的不能空手来，这块劳力士10万块，您带着。哇！哎呀！10万块的劳力士，我女婿送的。雪儿嫁得好，我就说雪儿嫁得好，李老板大手笔。妹夫，够意思。这表带出去，全县谁不高看一眼？老林，这女婿行啊，看见了吗？这叫孝心，10万块。你呢？你给你奶奶带了什么？奶奶，这是我给您的生日礼物，平安扣，我亲手雕的。凡子，井底之蛙，一块破石头。三弟，你可真有出息啊！3年不回家，就带了块地摊货回来糊弄奶奶。人家李总送10万的劳力士，他送块石头，这差距。小舅子，你要是手头紧，跟姐夫说一声，我随便从工地上给你捡块砖头，都比你这个值钱。极品羊脂玉，料子万中无一，雕工是大师级的手艺。小伙子，这块平安扣少说值100万。奶奶，您别被老三骗了。你干什么？地摊货还挂脖子上，让人笑话。无耻之有！我的玉，凡子给我的，这是凡子亲手给我雕的，你凭什么扔？妈，一块破石头您至于吗？人家李老板送的可是10万的劳力士。行了行了，一个地摊货，别闹了。凡子，你要是没钱，就别硬撑面子，丢人现眼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是空手套白狼吧。3年了，混到连个像样的礼物都买不起。爸，您放心，以后家里有我和雪儿呢。那个谁，回去好好炒菜，别在这丢人了。
奶奶，这个您收好，谁都拿不走。趁着今天人齐，我跟二妹有个好消息要宣布。对，大喜事儿！我跟雪儿商量好了，我们兄妹俩凑了50万，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，建一栋3层的新房。50万，3层别墅，真的？爸，图纸我都请省城设计师画好了，3层小洋楼，贴瓷砖，装电梯，全村头一份儿。我老林家祖祖辈辈住土房子，这回可算要住洋楼了。施工队下个月就进场，半年就能盖好，到时候咱们一家3代住进去，全县谁不羡慕啊？好啊！我老林家有今天，全靠老大老二争气。强子，这老宅要推了，施工这半年我们住哪儿？奶奶您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施工期间，爸妈跟我去省城住，我那套江景豪宅300万买的，3个卧室住得下。那我呢？奶奶，省城那边路远，您年纪大了坐不了长途车，我们给您找了个地方，山下那个柴房，收拾收拾能住，就几个月的事儿，很快的。什么柴房？山脚下那个旧柴房，以前放农具的。收拾一下铺张床，奶奶将就几个月。你说的是李瘸子家那个废柴房？四面漏风，屋顶塌了一半，连条狗都不往里钻的那个破棚子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铺点稻草挡挡风。挡风？零下10几度的天，你让一个80岁的老太太去四面漏风的柴房里住？你们去省城住300万的豪宅，让奶奶去睡破棚子？就几个月的事，你嚷嚷什么？几个月？奶奶80岁了。林凡，奶奶的事儿我们自然会安排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和雪儿出的钱建的房子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你出的钱？你买房的钱哪儿来的？你结婚的钱哪儿来的？哪一分不是从我身上刮的？凡，你搞清楚，你已经不是老林家的人了。这宅子拆不拆，奶奶住哪儿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够了，都别吵了，拆房就拆房。别让凡子为我跟你们吵了，我老太婆活了80年，什么苦没吃过。奶奶，您不用住那个地方，谁都不能让您住那个地方。凡子，我累了，我想歇会儿。林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咱家还剩多少钱？问这干什么？你自己看，房贷、车贷加起来欠银行200万，每个月光还到就要3万多，你工资才多少？王总给你开8000块。你说话声音小点，外面能听得见。我才不管！你刚才在外面装什么大方？全款买的房子，你倒是说哪来的钱？那是在村里人面前撑场面。撑场面？你撑完场面了，现在又要拿20万出来盖别墅，你告诉我这20万从哪儿出？跟雪儿说好了，他和李刚出25万，我出20万。你拿什么出？信用卡全刷爆了，存款就剩3万块，儿子下学期学费都没着落，你还盖别墅？你急什么？王总这个月刚拿下林氏集团全国物流线项目，想让我来天成就够咱家翻身。又是画饼。你跟我画了多少饼了？这回不一样，林氏集团的物流项目1年流水上千万，王总答应了，只要我做得好，我直接升副总，到时候年薪50万起步，这点贷款算个屁！要是他不让你负责这项目呢？不可能！再说了，李刚不是说跟林氏集团的高管是拜把子兄弟吗？两边一使劲，这项目铁板钉钉。你可想清楚了，25万要是打了水漂，咱这个家就彻底完了。完不了，跟着我，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奶奶喝点粥。凡子，奶奶喝不下。奶奶，明天我就接您去省城。我在省城有房子，大平层，朝南，阳台上能晒太阳，请最好的保姆照顾您，再也不用在这受气了。凡子，你别为了奶奶跟他们闹。刚才在院子里你掀了桌，他们不会放。奶奶，我不怕他们，我现在有能力了，谁都欺负不了您。凡子，奶奶拖累你了。您说什么呢？爸妈不管我，是您教我认字，教我看报纸，教我算账。没有您，哪有今天的林凡？奶奶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，你爸妈偏心，我看在眼里，管不了。你撕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奶奶躲在屋里哭了1宿，是奶奶没用，护不住你。奶奶，那些都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我来护你。
明天一早我就带您走。奶奶，奶奶想歇会儿。您睡，明天一睁眼我就在。凡子啊，奶奶这辈子就盼着你好，你好了，奶奶就放心了。奶奶，你醒醒！你说等我接您去省城的，奶奶，你睁开眼看看我。爸，丧事办完了，施工队那边催着进场呢，老宅这边是不是该动了？再等等。等什么等？奶奶这一走，老宅里没人住了，正好推了动工。再拖下去，建材涨价，多花的可都是咱的钱。小声点，人还没走呢。强子说的对，你奶奶这一走，老宅空着也是空着，早点动工，年底就能住进新房了。奶奶的头七还没过，你们就惦记拆房子。丸子，你别多心，房子早晚要拆的。你奶奶在天有灵，也希望咱家越过越好。闭嘴！奶奶死了，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急着拆她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她？林凡，你别墅是为了全家好，该跟奶奶有什么关系？奶奶要是还在，不进新别墅不是更好？更好？你让她住柴屋的时候怎么不说更好？行了，人都走了，咱说正事儿。施工队那边报价下来了，3层别墅加装修，总共要60万。60万？建材涨了，没办法。我跟雪儿一人30万，之前说好的。老公，哥问你话呢。哥，这个事吧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那几个厂子一方压了几个月的数目没出来，拿不出来。你不是说跟林氏集团的高管很熟吗？你做的那些大项目呢？有是有，但周期长嘛，搞项目的都这样，你又不是不懂。李刚，你在外面吹得天花乱坠，10万块的劳力士说送就送，现在让你拿30万，你说没钱？嫂子，你别冲我老公嚷，他说了手头紧，又不是不给，缓一缓。缓到什么时候？施工队下个月进场，你让我们家先垫60万。李刚，你给我句痛快话，30万到底出不出？你别逼我，我现在是真拿不出来，要不你们先垫上，等我那边回款了。我垫个屁！我自己那30万都是，那这楼还搭不垫了？做，必须做！我先回去想办法。李刚，你也是1个月之内。行，我尽量。哥，要不咱们减少的预算，3层改2层。改什么改？我在村人面前说了3层楼，改2层，我脸往哪儿搁？奶奶的灵还在堂屋里摆着，你们就坐在这儿分钱盖房子了。这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奶奶是怎么死的？林凡，你少在这煽情。奶奶走了，我们也是伤心，但日子还得过。过？奶奶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急着拆她的房子。她在这个屋子里住了60年，你们连让她的灵多停几天都等不及。够了，老宅是我的，我爱什么时候拆就什么时候拆。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？外人？奶奶养了我20年，我是外人。你们吸了我6年的血，现在你们害了奶奶，还要拆了房子，你们不是她的儿孙。你再说一遍。大哥大，你哪来的大哥大？胖子，带人进村。现在，吓唬谁呢？还带人进村？喂，你在老家是不是？听着，林氏集团的董事长今天亲自去你们村了，你给我招呼好。这位爷是咱全省最大的金主，他的物流项目够我吃10年。你要是伺候好了，你那个副总的位子板上钉钉。王总，林氏集团的董事长亲自来我们村，千真万确，车队已经出发了。你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，别丢我的脸。李刚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不是说跟林氏集团的高管称兄道弟吗？啊，对，我前阵子跟他们那边打过招呼，没想到董事长亲自来了。老公，你太有本事了。那当然，我跟林氏集团那边一个电话的事儿。妈，林氏集团董事长来咱村了，全省首富，冲着咱家来的。全省首富！我的天哪！这要是谈成了，我直接就是王总公司的副总，年薪50万起。那咱家别墅的钱不就有着落了？哼，林凡，你刚才不是打电话叫人吗？叫吧，随便叫。今天全省首富来我们家，你就是叫100个人来，也就是给人家提鞋的份儿。小舅子们，这就是人脉，你一辈子也见不着这种大人物。三弟，待会儿人家董事长来了，你站远点，别一身油烟味丢咱家的脸。快把院子收拾收拾，茶叶拿最好的出来。强子，你的西装再整整，别让人家看扁了。来了来了！我的天，劳斯莱斯这车全省都没几辆，这排场肯定是省城来的大老板。是不是我那边的人来了？老公，你认识？我看看。
这位老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。你凭什么踢我？董事长，请节哀。董事长？什么董事长？林氏集团，他是林氏集团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看清楚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林氏餐饮集团董事长、全国餐饮首富林凡。你们刚才叫他什么？不可能！凡子，我的儿啊！我就说我儿子有出息。凡子，妈当年对你严厉，那是为你好啊！大是亲，骂是爱。你看你现在果然成大器了。3年前你让我滚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妈刚才是气话，哪有当妈的不疼儿子的？你小时候妈还给你缝过棉袄呢。那棉袄是奶奶缝的。妈糊涂，妈错了。凡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哼，行了，别丢人现眼。他就算是首富，他也姓林，是我林家的总持城，他也是我儿子。行了行了，都别演了。我说你们还真信了。老公，省城首富，就他，你们动动脑子想想，他当年净身出户，兜里1分钱没有，3年时间变首富。这些车租的，这些人群演，他就是拿当年卖猪赚的那点钱，雇了一帮人回村装逼。对啊，我说怎么不对劲儿？这就是装的。我在省城地盘上，劳斯莱斯租1天2000块，保镖群演1人100，这一车队下来，顶多花个10来万。他把老本全砸了，就为了回村充面子。三弟，你至于吗？为了面子把棺材本都……你说你跟林氏集团的高管称兄道弟，怎么不信？你认识哪个高管？报个名字来听听。采购部张总张国敦，昨晚还跟我喝酒呢，喝到凌晨2点，他搂着我肩膀叫我刚哥。听见没？我老公跟人家张总是好兄弟。张国栋，对，你要是真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不可能不认识他。胖子，给采购部张国栋打电话，告诉他10分钟之内赶到这里，来不了，林氏集团没这个人。收到，董事长。打呀！你让群演打给谁？打给空号吗？万一是真的呢？不能吧？怕你们怕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首富？10分钟，张总要是能来，我当场把这桌子吃了。就是，省城开车过来最快2个小时，让他打，我倒要看看他这出戏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张国栋，董事长口令，10分钟之内给我到林家村，来晚1秒，你采购部的章就不用盖了。凡哥，张国栋说他就在镇上谈业务，8分钟到。镇上？他怎么可能在镇上？你不是昨晚还跟他喝酒？你说说，你们在哪儿喝的？在省城那个大酒店。哪个大酒店？你管哪个，反正就是喝了。怕什么？他就是在唱戏。我跟张国栋上个月才见过面。上个月？刚才你说昨晚，到底是上个月还是昨晚？就算张总来了，也不能证明你就是董事长，说不定你就是林氏集团一个跑腿的小员工，偷了老板的排场。哼，你要不要现在给你们王总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林氏集团董事长长什么样？还有6分钟。9分半了，你那群演是不是迷路了？还是半路上租的车抛锚了？我就说嘛，10分钟叫来一个省城的高管，编都编不出来。30秒，还有30秒，时间一到，你这出戏就该。张总，你可来了！我就知道你给面子。来，我给你介绍。林董，我来晚了30秒，求您开恩。采购部上下300人全指着这口饭吃，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求您别撤我的章。起来。林董，我一接到赵总的电话，连车都没提我就往这赶，真的没敢耽搁1秒。董事长让你起来。张国栋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林董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人。他是谁？他说昨晚跟你喝酒喝到凌晨2点，你搂着他肩膀叫他刚哥。放他妈的屁！
我昨晚在镇上谈物流中转站的合同，10几个人作证。你的拜把子兄弟好像不太给你面子。老公，你说话呀！你不是说跟张总过命的交情吗？你说话呀！我认识的是另一个张总，不是他。还另一个，全省临时集团采购部就我一个张总，你他妈在编啊！胖子，把你查的东西念给大家听听。李刚，男，32岁，原省城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。半年前公司已注销，名下无任何资产，身负500万债务，被3家法院列为失信被实际人。老百姓的话就是个老赖。老公，他胡说的对不对？你跟我说啊！其名下所谓省城工程项目全部为虚构，实际经营期间拖欠农民工工资87万，拖欠建材供应商扣款300余万。本人半年内辗转4个城市躲债。你放屁！你这是诬陷！我要告你！告！法院传票你都收了6张了，哪张你去应诉了？不可能！你开豪车，你穿名牌，你给我爸送劳力士。劳力士，说到这个，林叔，您那块10万块劳力士，麻烦您翻过来看看表背，看见那行字没有？火车站天桥底下5块钱一块。什么？您再看看表盘，标志是印上去的，用指甲一抠就掉，秒针的轴都是歪的，走一圈慢3秒。这玩意儿我在夜市摆摊的时候，2块钱进货，5块卖都没人要。5块钱！李刚，你拿5块的假货糊弄我，我带着这破烂在全村人面前显摆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爸，我能解释，谁是你爸？你个骗子！李刚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？别墅呢，豪车呢，那些大工程那全是假的。雪儿，我就是暂时周转不开。周转不开，你欠500万，你是个老赖，你让我嫁了个老赖。李刚，你的建筑公司去年从我林氏集团子公司赊了150万的建材，货拉走了，钱1分没付，人跑了，这笔账今天结。林总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150万，没有。3个小时前你还拿钱扇我手下的脸，让他跪下叫你李总。现在你告诉我没有？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你是林总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求你给我时间。时间？我奶奶80岁，你们连让她多活几天的时间都不给，凭什么我要给你时间？通知法务，明天把150万的欠款走司法程序。收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林总，我求求你，150万我还，我一定还。你给我3个月，不1个月，求你别走司法程序，法院一冻结我就彻底完了。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，林总，求你了。李刚，我前手别墅呢，你说省城别墅呢？你名下的车呢？你那些工程呢？你跟我结婚的时候说资产上千万，全是假的。你别烦我，没看见我正求人呢吗？我烦你！我跟你一起的时候，我同学都出国了，我是看你有钱才跟你的。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个老赖，你还我这3年！我告诉你实话，我从头到尾就没看上过你，我看上的是你们家那块宅基地。这片地要是拆迁，少说200个。我娶你就是为了骗到拆迁款，然后跑路。李刚，你让我恶心。胖子，把这条狗拖出去，交给法务和崔烧，150万，1分不能少，走司法。走到底，收到。林总，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永远不是泰山。林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从来没看上过我，他只是想骗拆迁款。我已进村。王总来了！什么？王总进村了！王总进村了！王建国，王总他来了！林凡，你别得意太早。我跟王总干了5年，他的百货公司是全省连锁。他如果在这儿，你动不了我。对，王总肯定是来给咱撑腰的。王总一到，什么首付不首付的，大家坐下来谈。生意场上讲规矩，不是你带几百个保镖就能横着走的。林凡，
你别以为带几百个保镖就能吓住我！我告诉你，王建国王总全省百货连锁龙头，黑白两道都给面子，他马上就到。对，王总跟我们家强子5年交情，你动强子一根头发试试。你知道王总这次来干什么吗？林氏集团全国物流线项目，王总已经拿下了，而我就是这个项目的全权负责人，年薪50万，提成另算。光这一个项目，1年流水上千万。你就算是什么狗屁董事长，生意场上也得讲规矩。王总手里捏着你的物流命脉，你敢动我？你动我一个试试！凡子，你哥说的对，你是首富，你哥是王总的左膀右臂，你们兄弟俩要是联手，那还不是天下无敌？一家人嘛，有什么话坐下来好好说。对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凡子你出钱，强子出人脉，兄弟互补，听见没？你要是识相，现在跟我道歉，等王总来了，咱坐下来好好谈合作。你那个物流项目，我来替你管。你笑什么？你觉得王建国敢保你？王总跟我5年，我替他跑市场、盯仓库、陪客户喝酒喝到吐血，他不保我保谁？那你等着。林强，你给我出来！王总，我在这儿，救我！林凡他带人欺负我，他冒充什么林氏集团董事长。王总，你可来了！你看看他带了几百个打手来我家撒野。那个林凡就是我弟，冒充什么林氏集团董事长，在这儿装大尾巴狼。你给我撑腰！王总，林董，听说老太太走了，我来晚了。王总，你叫他什么？林强，你让我弄死谁？你再说一遍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3年前，我百货大楼30万货砸手里，银行催贷款，我差点跳楼。是他在夜市一个破铁板摊子后面，一句话救了我的命。盲盒捆绑、饥饿营销，这些词儿你们听过吗？3年前，全中国没几个人懂，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我30万的货半个月清得干干净净。从那天起，我王建国这条命就是他的。这是真的？真的，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的。他当年在县城夜市卖猪扒，一晚上赚300块，5000块的顾问费退回来不要。他说5000块买不来一个百货大楼老板欠你人情。就冲这句话，我跟了他3年。他说往东我不往西，他的物流线，他的供应链，他全国的生意，我王家阁鞍前马后，没有二话。不可能，王总，我跟您干了5年，你一直器重我。器重你，林强，你以为你凭什么在我公司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？我能力？你有什么能力？你连一个季度报表都算不明白。3年前我查你档案，上面写着你有个弟弟叫林凡，就因为这2个字我把你从仓库管理员提到了主管。你以为是你自己爬上去的？因为他。对，因为他，我王建国欠林董的人情还不起，我只能对他哥哥好一点，算是替他照顾家里人。结果呢？你们把人家赶出家门，净身出户，他在外面拼成了省城首富，你们在家里吸他的血，还骂他是白眼狼。林强，你那套江景豪宅的首付担保人是谁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是我。我为什么给你担保？因为你姓林，因为你弟叫林凡。那房子的担保？没有林董，你男人现在还在仓库里搬货。林董，老太太的后事您说怎么办？我全力配合。王总，谢了。奶奶的事儿我自己来。王总，问你个事儿。林董，您说。林强是你的人吧？是我公司的员工。你的人，拿着我的钱，要拆我奶奶住了60年的房子。奶奶尸骨未寒，他在灵堂里催施工队进场。这事儿
你说怎么处理？林董奶奶的房子，老太太刚走你就拆，你是人吗？王总，我不知道他是林董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他是你亲弟弟，你吸了他6年的血，你不知道？林董是我管人不严，从今天起开除百货公司上下所有门店，永不录用。开除！王总，您不能开除我，我跟了您5年。5年？你跟了我5年，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那个位子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你弟弟姓林。没有林董，你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。王总，您不能这样，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。少给我哭穷！说到钱，林强，你自己说，公司那30万公款在哪儿？什么30万？别给我装！上个月审计报账，物流周转金30万，经你手批的。钱呢？货呢？对不上账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一直没动你是看在林董的面子上。现在你告诉我，30万在哪儿？30万，林强。你说盖别墅，你那份25万是不是公司的钱？你闭什么嘴！你挪了公款，你拿公款盖别墅。我问你，信用卡欠200万，你拿什么还？你说想办法，你的办法就是偷公司的钱。200万，好啊，林强，工资8000，欠债200万，还敢伸手挪公款，你胆子真大！王总，我还，我马上还，求您别放弃啊！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信用卡刷爆了。房子是贷款买的，车是贷款买的，你拿命还！林董，30万公款，您说怎么办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房贷还不上，信用卡还不上，现在公款也要还。你把这个家害死了！林凡，你是我亲弟弟，你救救我！30万对你来说就是个零头。3年前你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，我也求过你。你怎么说的？你说这个家没有我的位置，奶奶的房子，谁敢动一块砖，我让他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。的东西，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你吃我的奶长大的，现在发了财，翅膀硬了，眼睁睁看着你亲哥去坐牢，你不管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生了我，然后呢？6岁开始下地干活，10岁开始养猪，18岁录取通知书被你们撕了。你生我是生了个儿子，还是生了头牲口？我不管，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欠我的30万，你拿出30万救你哥，再给我和你爸买套房养老。4年前，你们为了林雪的护照5000块，将我经营6年的猪场卖给村里的混混。3年前，你们为了林强的学区房，宁可将我赶出家门，也不愿意还我20万的彩礼钱。你说你走了永远别回来。现在你躺在地上打滚要钱，你觉得我会心软？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别逼我！你想怎样？你要是今天不拿30万出来，明天我就去省城法院告你，告你不赡养父母。我让全省的记者都来拍，让电视台曝光你不养爹妈。我看你这个破公司还怎么开下去？你敢？让他说完。我不光告你，我去你公司门口坐着，我举着牌子，我让全中国都知道林凡是个不孝子。你的股价、你的客户、你的名声，我全给你砸了，你信不信？那是你逼的，你不听话，你不争气，我赶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。为了让我长记性，你把我18年攒的钱全刮走，给大哥买房，给二姐交学费，刮干净了把我一脚踹出去，这叫长记性。我是你爸，我拿你的钱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。好，那奶奶养了你40年，你把她赶去柴房，也是天经地义。你少拿你奶奶压我！我压你？奶奶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跟大哥算别墅的施工预算。奶奶停了呼吸，你连她的房门都没推开过。你等着，明天
明天我就去省城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扛住亲爹上门要饭。都别好了，我给你们一条活路。大哥，你那套江景豪宅卖了，房贷、信用卡、王总的30万公款全部还清，卖完还差多少？我卖房子，那我住哪儿？住这儿，老宅，我出钱翻修，够你们一家子住。住村里，我儿子的双语幼儿园怎么办？你儿子上村里的小学，你嫌丢人，那你去坐牢探望他爹，更体面。奶奶住了60年的那间房子推掉，原地建一座陵园。奶奶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，死了，我让她住最好的地方。那我呢？我以后干什么？种地、养猪，干什么都行。你不是说我是泥腿子吗？现在你来当。三弟，我呢？你的事我管不了。李刚欠我的150万，法务会追到底。你跟他的账你自己算。这是条件，答应大哥的公款，我今天就替他补上。房子慢慢卖，不逼你们。不答应，胖子，叫律师。老头子，答应吧！强子要是进去了，这个家真完了。奶奶，孙子给您修最好的园子，以后每年清明，我都会来看您。